各位朋友，想射就射，想什么时候射就什么时候射，想射谁射谁，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可是呢，中国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现代化的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所有男人的梦想啊！这两天呢，这个美国拉拢着41个小走狗，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对中国发起了谴责。谴责什么呢？谴责中国你想射就射，你怎么也没通知我呀？这个中国这个最近2年呢是连续的射了好几枚能够打到全球各地的可携带核弹头的大导弹，那个粗那个大呀，所以美国就破防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中这句古训在当下国际外交舞台再次得到印证。当地时间8月11号，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现场，美国4处游说串联，拉拢约40个国家集体对华发难，矛头直指我国7月份巨浪潜射洲际导弹的例行试验。对于中方正常演训，美方当时全程沉默隐忍，时隔1个多月突然发难，这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麦克风外交。私下不做务实的沟通，在国际会议上裹挟盟友，大肆制造舆论，借助公开场合向中方施压。华盛顿大费周章拉拢数十国联名表态，标榜所谓军备透明只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掩盖自身核威慑体系青黄不接的深层战略焦虑。陆基民兵3洲际导弹超期服役近半个世纪，替代型号哨兵项目预算超支过半，研发进度持续滞后。海基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陆续进入退役周期，接替的哥伦比亚级受国内空心化拖累，首艇交付一再延期。空机 B-21隐身轰炸机造价高昂，无法大批量产。老旧装备老化待淘汰，新一代装备产能跟不上替换需求。面对中国核力量稳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后劲不足的美军只能依靠拉帮结派制造舆论噪音，试图试探我方战略底牌。日内瓦这场闹剧充分说明，大国博弈不只发生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外交会场、舆论阵地同样是没有硝烟的较量。美方通过协调统一对华口径，向世界彰显自身依旧强大的盟友动员能力，稳固全球霸权盟主地位，反复将中国合法合规的国防建设贴上安全威胁标签，日积月累误导国际舆论，试图扭转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知。美方层层算计，我们一目了然。换个角度来看，对方叫嚣的越是激烈，越反向印证我国国防现代化道路走得完全正确，已经抵达美方不愿接受的战略格局。假以时日，当世界逐渐习惯东方守护和平的硬核实力，这般无端的聒噪自然会归于平静。中国的官媒也根本不惯着，环球时报就评论了，说你41国联名吓唬谁呢？中国的试射不看谁脸色，想射就射。华盛顿真正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减少误判，而是把中国的核力量锁进美国的掌心里。这次的声明呢，是想通过拉长所谓的通报时间，借机打探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军事机密。但中国按自己的防御性的核战略走，不需要谁来发通行证。贼喊捉贼的政治表演又来了一出。当地时间11日，美国拉拢了40个国家，炮制出一份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的涉华的共同声明，以及一份单独声明，直接指向了中国上个月在太平洋公海上合法进行的弹道导弹实验。一方面宣称中国的做法不负责任，削弱了全球的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对比，声明将美国这个全世界军费最高、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树为正面的典型，宣扬其军事透明，可以解释为何美国的导弹试验和航天发射活动没有引发担忧。看来呀，美国人在起草这份所谓的声明的时候，心里还是清楚自己才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否则何以必要炮制这个虚假声明的机会，趁机替自己洗白一把呢？这份所谓的声明号称有41国签字，其实执笔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更不用说，即便这41国也只有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约1/5，人口更只占全球的17%左右。而且41国中多数国家既不试射弹道导弹，也不受中国试射影响。
纯粹是被点名站台，这完全是美国一手搭起来的草台班子。这份所谓的声明主要援引了防止弹道导弹扩散的海牙行为准则，宣称中国未能按照标准做法提前预警，但中国根本不是准则成员呢，而且该准则本身就是政治自愿性的文件，不是国际条约，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力啊。实际上即便是签署国也存在着大量不完全落实通报条款的案例啊。中方出于负责任的态度，采取了审慎且合理的措施，提前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发出了外交告知，目的正是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是中国的善意举动啊。就发射通报机制而言，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大多数国家的通用标准呢。华盛顿自我表扬的所谓的高标准通报，实际上主要是美俄的双边安排，但这仅服务于美俄的战略稳定，并非面向全部受影响的国家的普遍通报。2015年，美国海军在南加州近海进行的3叉戟潜航导弹的试射，由于事先的通报相当模糊，此次试射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度引发了恐慌和猜测，更不用说南太平洋区域向来被美国视为核试验的垃圾场。马绍尔群岛政府至今还在持续向美国政府索赔，要求全面清理核污染，但华盛顿从不拿正眼看他呀。无论是胁迫也好，引诱也罢，美国这次大费周章的拉拢了40个国家陪自己唱戏，无非就是一个目的，千方百计的把中国行使自己正当主动权利的主权的行为包装成不合法、不负责任，试图干扰中国的核力量发展进程。在这背后，除了美国自封的西太安全的担保人的霸权思维之外，更有对自身军力相对衰落的焦虑。美国自己的3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的布局正在老朽化，民兵3超期服役50多年，哨兵的接班成本超支了 80%， 原定2029年服役的计划已经推迟，海基的俄亥俄逐步退役了，哥伦比亚首艇推到了2031年前后服役，空机的 B-21贵到铺不开规模，眼看中国拒止外来干预，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日益提升，而美国的工业能力不断的衰退，华盛顿在中国试射的通报字数上找存在感，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主权国家在本国领土公海开展合法的军事实验是行使正当的主权权利。中国的裁军大使李池江在日内瓦已经把话挑明了，中方至今仅进行了3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中国最少啊，美国的试射最频，毁约退群最欢，核共享和延伸威慑最凶，没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求全责备。这话美方听不进去，是因为华盛顿真正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减少误判，而是把中国的核力量锁进美国的掌心里。这次的声明就是要借机打探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的军事机密。这个41国所谓的声明不过是废纸一张，双标虚伪恐惧就是它的3重内核。美国如果真的关心战略稳定，不妨先把自己的哨兵的导弹进度表、准则的历年的原始发射前的通报归档、对拉美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试射通报记录摊出来。恐惧中国导弹的从来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是那些试图干涉、掌控这里的霸权力量。长久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乱源，这一个声明唯一的作用就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态度就是41国美国及其走狗闭嘴，我想射就射，你咬我呀。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